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今天是久违的爱用品，距离我上次拍爱用品应该已经是3-4个月前了。那这次东西比较多元化一点，就不只是美妆类、护肤类，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生活上的东西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那第一个呢是一支唇膏，它是 NYX 的棉花糖柔雾唇釉。那这支我之前已经买过很多种颜色，那这是我新买的颜色，它叫 Turic。这个颜色呢，它比一般的干燥玫瑰色再偏橘偏裸一点，所以呢上嘴唇以后，这是它的颜色。这也是蛮日常的一个颜色啦。那我觉得这种偏橘调的干燥玫瑰色上唇以后会更日常、更自然一点，就可能让别人误以为你没擦唇膏，就比较心机一点啦。但其实你有擦这样。那我觉得这系列的唇釉呢，它除了颜色很漂亮、颜色选择很多之外，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它的质地。像很多雾面的唇釉啊，它上唇以后会让你觉得很厚重或是很干，但这支呢，它完全不会。它虽然是雾面的，但是上唇以后是非常非常薄透，它就像一层很薄很薄很薄的膜，就是轻轻的附在你嘴唇上。所以这支唇釉，我觉得不论是它的质地，还是它的颜色选择，还是它的价钱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一款唇釉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去柜上试试看。而且它颜色选择真的太多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或是适合你的颜色。好，那第二个、第三样呢，都是来自加丹尼尔这个牌子。那这牌子是台湾本地的一个牌子。那这个牌子很大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成分都是很天然的，所以他们主打说敏感肌啊、孕妇或是术后都可以使用他们家的产品。那我会知道这个牌子是因为他们寄东西来给我试用，所以他们寄来给我试用，他们完全没有要求我说一定要在影片中介绍啊、推荐啊什么，完全没有。这纯粹是我自己试用过后自己很喜欢的几样产品，所以拿出来推荐给你们。第一个是这个水感清透防晒凝乳。那我想推荐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就如它的名字一样，非常水感，非常清透。那以前我不管是使用比较偏液状的防晒油，还是比较乳状的防晒乳，它们上脸之后多少都会有一点负担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们那个油腻感。那这一瓶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水感，非常非常清透，像他们官网上面就写说零油感，应该是吧？零油腻感和零油感。总之呢，这一罐你擦上去真的很不像在擦防晒乳或防晒油，它就很像你擦乳液一样，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清爽。我现在可以挤一点给你们看，你们看它这样挤出来是白色的嘛，然后我化开以后，就完全马上可以吸收进去。总之，这瓶质地真的非常非常棒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夏天使用，或是你的肌肤是比较偏油肌，或是你对于很多防晒油会敏感的人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大家看不出来这是什么，它是一个卸妆膏，然后全名叫做柑橘活颜卸妆凝霜。那会长这样是因为呢，我刚刚打包行李嘛，我把所有的行李都带进去了，我已经把它收起来，我不想再拿出来。那我就有分装一小罐是我这几天要用的，然后我把它的图片放在这边，你们可以看它原始的样貌。那这个卸妆膏呢，我觉得是我用过卸妆膏里面味道最好闻的。好，我先讲一下卸妆膏好了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比较喜欢用卸妆膏卸妆，像用卸妆油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那个油会这样滑落，就滴下来，我不太喜欢那个感觉。那卸妆水的话，因为它卸妆力比较薄弱一点，所以要卸比较多次。那这样来回摩擦的话，其实对皮肤没有那么好。对，除非是比较淡的妆的时候，我会用卸妆水。那一般如果化全妆的话，我会习惯用卸妆油或卸妆膏。那我用过很多卸妆膏，那这个卸妆膏是我用过味道最好闻的，它是真的有柑橘味。那你平常卸妆就是晚上一天的最后一个步骤吧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还蛮让人放松，就你在卸妆的时候会刚好觉得说，一天结束了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卸妆力也非常好，就可以把你的全妆卸得很干净，包含睫毛膏那些都可以卸干净，不需要卸第二次，就一次就可以卸干净了。好，那今天的美妆护肤类产品就到这边，很少吧？我们现在进入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。那第一个呢是两个耳机，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品牌，叫做 Urban Airs。好，那我先讲这个耳塞式的耳机。那我其实我会开始使用他们家的耳机，一开始是因为包装，也不是包装，外形，它的外形，就我觉得它的外形很可爱。虽然现在这个灰色看起来没有那么可爱，但我之前用的是一个灰调的蓝紫色，就很可爱。然后他们家有很多很多不同颜色的选择，那种粉红色啊、亮黄色啊、蓝色、橘色、淡黄色，什么都有。
对，那这个是因为我弄丢我第一个耳机，然后我第二副想说要省点钱，我就买二手的，所以才只有灰色这个选择。那除了包装之外呢，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是它这个头，它这是做 L 型的嘛。那 L 型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插进来，是不是常常我们会手可能要放在这，或是要放在桌上，总之是可能就是会敲到这个耳机。那一般它如果是做这样直接下来，你就会一直去凹到那个耳机的头，它就很容易开始短路。那这个它做这样就非常 user friendly， 非常好用。然后另外呢，它还有设计这个小小的这个弹簧钮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那个弹簧的那个钮，那这个就是让你在使用上更有弹性。那它整个这个头啊，就是非常保护这个耳机，所以整个耳机的寿命就会蛮长的。那他们家好像还有类似维修的服务，因为像我朋友他耳机也是用这个，然后他坏掉，他就拿去店里要维修，结果店家就直接换一个新的给他。那虽然这副耳机本身的单价比较高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后续的售后服务吧，还有它这个设计上，整体来讲，它的 CP 值还是很高的。虽然它一开始买的单价比较高，但你想想，如果你买一副300块、500块的耳机，然后它很快就坏掉，那你整个价钱加起来，其实不如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耳机。好，那另一个耳机是这个耳罩式耳机，那这是我去年感恩节的时候特价买。那一样，他们家耳罩式耳机也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颜色可以选择。我本来一开始想要买粉红色，但我犹豫太久了，它就售完了，所以后来就挑这个粉绿色，我也觉得蛮可爱的。然后这是一个蓝牙耳机，所以你是不需要用线跟你的手机或是你听音乐的机器连线的，它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无线听音乐的，所以还蛮方便。就是你在煮饭啊，或是运动啊，或是任何时候就是没有那条线，其实有时候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耳机啊，它这个布啊可以拆下来洗，所以像是我买这种浅色的，你其实也不用担心，它是这边可以洗，也可以买别的颜色做替换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就放音乐咯，虽然你们听不到，但我就放一下。那我觉得这耳机很棒的地方是，它这一块其实就是它的触控面板，所以当你要操作任何，比如说调节音量或是换音乐的时候，都不需要拿你的手机出来。像我这样，我往上滑，音量就是变大；往下滑，音量就是变小。然后往这边就是下一首，往回就是上一首，所以很方便。我不知道我刚刚讲话有没有变很大声。希望没有。那以前我其实对耳罩式耳机没有那么有兴趣，因为我觉得它收纳很不方便。但是当真的拥有一个后，就发现它真的跟这种小的耳机听起来有差异，就是你整个声音会比较有立体感。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耳机，但是我之前 po 在限时动态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网友问我说，戴这个会不会痛？然后那时候我是回他说不会痛，但后来我有一次坐车从德国去维也纳，大概是5、6个小时，我都戴着它，就发现它戴久了真的会痛，你会开始觉得这边有一点压迫感，它比较不适合长时间戴。但如果只是短时间的那种通勤，就是可能半小时、1小时，我觉得还 OK， 就不会到不舒服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可以训练我们英文听力的工具，是有声书。那我自己用的是这个。是 Amazon 的 Audible 这个橘色的这个 app， 那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拥有一个 Amazon 的账号，你就会顺便拥有了 Audible Book 的账号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共通的。然后你可以上 Amazon 去订你想要听的书，然后 download 这个 app， 然后它就会顺便直接帮你把你的书也连接到这边来，这边就会出现你订的书。这是一个要付费的软体，但是它第1个月可以让你免费试用。我自己通勤时间还蛮长的，我上班要1个小时，下班要1个小时，所以加起来大概是2个小时。那我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做一点比较有意义一点的事情，就不要只是滑手机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到这个东西，那还可以在你通勤的时候帮你练你的听力，我觉得还算蛮方便的。以前对有声书不了解的时候，会觉得说有声书是不是很无聊，就是这样一直听英文。但后来发现其实不会，尤其是如果你是找比较有名的书，那他的说书者他就是比较专业、比较厉害的嘛，所以他的声音、表情就会非常生动，就让你很融入其中啦。所以这个就推荐给如果你有想要练英文听力的朋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。再来到最后一样东西，它是一本书。叫做 Get Lucky， 那这本书其实出了非常非常久，然后我也买了很久，到最近才开始看。那我快看完了，剩这样一点点，我想说没关系，就先给你们介绍。那这本书是刘轩写的，它主要是在讲说，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很羡慕啊，他怎么有那么多好运、那么多机会，遇到那么多贵人。那这本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也是有办法把自己的磁场啊，把自己整个给人的感觉导正。就是让别人对你的感受更好，更喜欢你，更讨人喜欢，那自然而然你的运气就会更好，然后你也更容易去注意到身边的一些机会啊、好运啊等等的。那它不单单是一本励志书，它有提供很多建立于心理学之上的一些方法，教你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去改善自己的气场、磁场的感觉。但它教你做的那些改变，不是真的要你去做
多大的变动，而是从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做起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容易着手的。好，那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再把里面的一些东西跟我的 bullet journal 结合，然后再跟你们分享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爱用品啦。那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说，你们喜不喜欢这种除了美妆啊、护肤类产品之外，还加入一些生活上比较实用的产品。那也可以留言跟我讲，你们最喜欢今天我分享的哪些东西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点个 like，然后还没订阅可以按上面的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